俄罗斯已经沦落为二流国家。在2026年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俄罗斯沙皇格勒研究所搞了一份战略预测报告，名字叫《俄罗斯2050 25年前进还是后退》，里面聊了3种可能，其中一种就是俄罗斯输掉战争，在2050年沦为二流国家。说实在的，俄罗斯还是没看清现状，不用等到2050年，现在的俄罗斯已经是二流国家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第一种可能堪称做梦。报告预测，在2036年之前，俄罗斯能占领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等乌克兰所有的主要城市，取得全面胜利。与此同时，欧盟彻底崩溃，俄罗斯重塑帝国荣光。看到这一段，火力军直接笑出了声，这是在写科幻小说。2022年的时候，说好的1小时22分速通基辅呢？说好的绍伊古一战封神呢？结果在基辅城下被乌克兰揍得满地找牙。如今打了好几年，连纸面上宣布吞并的乌东4个州都还没能完全控制。结果你现在告诉我，只要熬到2036年就能拿下基辅，你们是不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什么误解？还盼着欧盟崩溃？为了防范俄罗斯，欧盟史无前例的团结，这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妄想。第二种则是顺其自然。报告认为，如果战线在2036年前被冻结，俄罗斯无法取得快速胜利，世界陷入新的军备竞赛。重点来了，报告中甚至把俄罗斯动用核武器列入了这个顺其自然的情形中。说白了，这是典型的核讹诈正常化。常规战打不过乌克兰就开始不讲理，故意把动用核武常态化。一方面是为了恐吓美欧，阻止他们援助乌克兰；另一方面也是在给俄罗斯内部的极端决策铺路。第三种就是所谓的坏环境。俄罗斯输掉战争，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在2036年前彻底丧失对前苏联国家的所有影响力。到2050年，俄罗斯甚至面临国家解体的命运。火力军说句实话，这叫贩卖焦虑，绑架整个国家，典型的受害者妄想症。俄罗斯的统治集团试图通过这种场景告诉民众，如果不把战争打到底，国家就会灭亡，以此来掩盖他们侵略扩张的本质，并为无底线的耗材式战争寻找借口。不过就跟开头说的那样，现在的俄罗斯还是没有认清自己。普京原本想打一场重塑大国地位的地位之战，结果弄巧成拙，不仅没地位，反而把国家的底裤都给输没了。俄罗斯已经是二流国家了。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一流，核心看什么？地缘辐射能力。几百年来，俄罗斯的统治者最痴迷的就是土地和战略缓冲区，为了这个，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结果呢？这场特别拉胯的入侵战争，直接导致俄罗斯遭遇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惨烈的地缘环境恶化。首当其冲的就是北约的北扩。俄罗斯当初动手的借口是什么？北约逼人太甚，我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结果呢？求锤得锤，仗一打响，长期奉行中立的芬兰和瑞典光速加入北约。俄罗斯跟北约的陆地边界直接翻了1倍多。最致命的是，波罗的海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北约内湖。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还有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舰队出门全得看北约的脸色，被封锁在保卫圈里。曾经用来威慑欧洲的舰队，现在成了砧板上的肉。欧洲那边混不下去也就算了，俄罗斯一向把独联体国家当成自己的后院，结果这场仗打下来，小弟们一看，原来大哥是个虚胖的纸老虎，于是树倒猢狲散，掌控力直接崩塌。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曾经是俄罗斯最铁的哥们之一，现在呢，开始推行多重向量外交。哈萨克斯坦不仅公开拒绝承认俄罗斯吞并乌东地区的公投，还在经济和能源出口上寻找绕开俄罗斯的路线，比如那个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现在的中亚5国越来越喜欢跟中国、土耳其甚至是美欧国家谈合作，目的很明确，对冲俄罗斯的影响力。俄罗斯在中亚的绝对权威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再看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以前是俄罗斯的传统小弟，加入了俄罗斯主导的吉安组织，结果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干仗的时候，纳卡地区直接丢了。这时候俄罗斯在干嘛？深陷乌克兰泥潭，自顾不暇，不仅没给小弟出头，连个屁都没放。这下亚美尼亚彻底寒心了，你这大哥收保护费的时候挺积极，真有事了一点不管。于是亚美尼亚果断跳船。到了2026年6月的大选，亚美尼亚老百姓大力支持帕西尼扬的亲欧去俄化路线。现在的亚美尼亚不仅冻结了在吉安组织里的所有活动，还把兹瓦尔特诺茨机场等核心位置的俄罗斯边防驻军全部清理出境。不仅如此，亚美尼亚转头就去找法国和印度买军火，还跟欧盟建立了安全合作，防的就是你俄罗斯的混合威胁。克里姆林宫一看气急败坏，开始搞经济制裁，限制人家农产品和稀有金属进口，导致双边贸易额暴跌 20.5%。 但结果呢？亚美尼亚根本没屈服，俄罗斯这种手段反而彻底把高加索这个关键支点推向了美欧的怀抱。除了亚美尼亚，塞尔维亚也给俄罗斯上了一课。塞尔维亚算是俄罗斯的外交铁杆，
结果在2026年7月，塞尔维亚高规格接待了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甚至在人家公开谴责俄罗斯的时候，塞尔维亚官方保持了沉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气得在国际舞台上公开大骂塞尔维亚背叛了斯拉夫的忠诚。但武契奇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不仅把自家庞大的弹药库向欧盟全面开放，还明确表示，我不管这些炮弹最后是不是打到俄罗斯人头上。当一个所谓的大国在常规安全上提供不了保护伞，在经济上给不了甜头，在软实力上毫无吸引力的时候，你的盟友体系瞬间就会崩塌。吉安组织现在基本就是个空壳，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边境打架，俄罗斯去调停，人家连理都不理。在自己的核心圈子里，俄罗斯已经彻底成了一个笑话，跟边缘国家抱团取暖的尴尬。传统小弟都跑了，美欧又全面封杀，俄罗斯现在还能找谁玩？朝鲜、伊朗、叙利亚、白俄罗斯，全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国际社会严厉制裁或者孤立的边缘国家。这不是什么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联盟，这就是一个被制裁者阵线，大家抱在一起纯粹是为了互相舔舐伤口。一个只能跟世界边缘国家抱团取暖，靠着拿技术换炮弹度日的国家，你跟我说他是全球秩序的核心领导者？别闹了，连二流国家都快算不上了，顶多算是个拥有核武器的流氓阵营话事人。至于全球投射能力，那就更别提了。战前俄罗斯还能靠着瓦格纳这种白手套，在非洲的中非、马里或者中东的叙利亚耀武扬威一下。现在呢，国内兵源枯竭，武器库见底，俄罗斯甚至被迫从叙利亚抽调防空系统和精锐部队，拉回乌克兰去填战壕。俄罗斯没有能力同时在多条地缘战线上维持强势存在，大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急速萎缩。除了地缘，我们之前一直常聊的经济与军力，也是俄罗斯成为二流国家的证据。经济是一个大国硬实力的地基，但俄罗斯的经济，霍立军只能用4个字形容：病入膏肓。他们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在美欧的极限制裁、乌克兰战场的消耗下，这个脆弱的经济结构已经迎来了结构性的崩塌。乌俄战争打响后，欧洲基本上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依赖，加速能源转型，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买中东的能源。那几条北溪管道炸的炸，飞的飞。俄罗斯苦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利润最丰厚的欧洲市场就这么永久性的丢了。虽然俄罗斯把能源卖给亚洲了，但那叫贱卖。俄罗斯通往亚洲的天然气管道根本不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砸巨额的钱和漫长的时间，导致天然气出口总量断崖式下跌。加上被国际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只能以极大的折扣价卖给东方的大国。以前的俄罗斯在能源局里是坐庄的大佬，现在沦为买方市场里被随意拿捏的底层供应商。美欧的制裁可不只是不买你的油，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被一脚踢出了斯威夫特系统，超过3000亿美元的央行海外资产直接被冻结，技术也对俄罗斯封闭。美欧对俄罗斯实施了最严格的技术禁运。俄罗斯虽然靠着中亚国家阿联酋搞所谓的平行进口，走私了一些芯片，但成本高，而且走私来的那点民用芯片撑不起国家级的工业升级。至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 GDP， 大家看看就好，这点我们聊过很多次了。现在的俄罗斯把国家预算的30%甚至更高都投入到了军费，但造出来的坦克和炮弹不是用来创造价值的，拉到乌克兰前线，轰的一声炸没了，根本无法转化为国民财富或者未来的生产力。俄罗斯最引以为傲的军事也暴露了。在开战前，全世界都以为俄罗斯是世界第2大军事力量，然而勇敢的乌克兰人把这只纸老虎的皮给扒了下来。开战初期，俄军想复刻2战的闪电战，长驱直入，直取基辅，排出了那条长达40公里的钢铁车队。结果呢，战术僵化，后勤拉胯，通讯靠吼，连最基本的军用电台都配不起，高级将领不得不用民用对讲机或者手机指挥，结果被乌克兰的情报部门精准定位，排着队被点名枪毙。补给线被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切成一段一段，坦克没油了，只能扔在路边，被乌克兰大爷开着拖拉机拖走。一支号称拥有全球投射能力的军队，居然在离自己边境几百公里的地方，连一口热饭、一桶柴油都送不上去，这算什么一流军队？为了填补前线巨大的装备损耗，俄罗斯甚至跑去西伯利亚的露天坟场，把封存了半个多世纪的 T-62，甚至爷爷辈的 T-54给拉出来，缝缝补补扔上前线。俄罗斯吹上天的武器装备在实战里丑态百出。就拿黑海舰队来说，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被乌克兰一个几乎连海军都没有的国家，用岸基反舰导弹送进了海底位鱼。这还不算完，乌克兰靠着自杀式无人艇、无人机，逼得堂堂黑海舰队只能从塞瓦斯托波尔港抱头鼠窜，逃到了东边的安全海域躲起来。海军打不过没海军的，丢人丢到家了。空军也没好到哪儿去，号称世界一流的俄罗斯空天军打了几年了，连乌克兰的制空权都没彻底拿下来。那些吹得神乎其神的苏35，甚至隐身战机苏57，在面对美欧援助的爱国者时，根本不敢越过战线，只能远远地扔滑翔炸弹。
在现代战争最关键的无人机领域，俄罗斯也是拉胯之极，自己造不出来好的，只能大量依赖从伊朗进口的见证者无人机。炮弹打光了，俄罗斯还得拉下脸去找朝鲜，这画面简直是军事史上的奇观。除了以上这些，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还有一个证据：全球军火市场崩盘。以前的俄罗斯属于全球第2大武器出口国，卖军火不仅能赚外汇，更是拉拢第3世界国家的重要手段。现在这门生意彻底黄了，前线是个无底洞，自己造的武器都不够用，哪儿还有产能交货？印度订购的 S-400防空系统，越南的订单全都无限期延误，印度急得直跳脚也没用。最致命的还是名声，俄制武器的招牌在乌克兰彻底砸了。大家一看，坦克稍微碰一下就容易殉爆，炮塔飞得比2楼还高，防空系统根本拦不住海马斯火箭弹，连无人机都防不住。买你的武器，那不是交智商税吗？于是传统买家纷纷跑路，转向法国、美国甚至中国。俄罗斯失去的不仅仅是订单，更是对这些国家的长期安全捆绑。听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俄罗斯有几千枚核弹头呢，凭什么说它是2流？确实，庞大的核武库是俄罗斯目前唯一能拿出来的东西。但各位要明白一个常识，核武器的本质是战略威慑，是用来保证国家不被灭亡的，它绝对不是解决常规地缘冲突的。在面对乌克兰的英勇抵抗时，俄罗斯的核武器显得无比笨重，完全不敢用。一旦打破核禁忌，迎来的将是全世界的孤立和反噬。一个天天把核武器挂在嘴边，用核威慑来掩盖常规力量虚弱的国家，这恰恰是2流国家与帝国衰落的典型病症。核武器只能保证俄罗斯不被美欧彻底消灭或者肢解，并不能帮俄罗斯打赢一场常规的消耗战，也不能帮俄罗斯突破光刻机的封锁制造芯片，更不能让跑路的几百万俄罗斯精英回国建设经济。靠着几千枚核弹头在国际上撒泼打滚，改变不了国家内部正在慢慢腐烂的事实。咱们最后拔高一点，聊聊深层的原因。除了军事、经济这些显性指标的衰退，俄罗斯国家机器在深层体制上的僵化，才是他们注定2流化的病根。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完成从旧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克里米宫里的那帮精英脑子里装的还是19世纪罗曼诺夫王朝或者是苏联时期的帝国迷梦，他们偏执地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领土扩张吞并别国才能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这太荒谬了。各位看看现在的21世纪，真正的一流大国是怎么玩的？靠科技创新，靠经济金融，靠制定国际规则，靠文化和价值观的软实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俄罗斯跑去抢人家的土地，除了招来满世界的仇恨，让自己的国家背上沉重的战争包袱，还有什么用？这种对帝国残影的病态痴迷，不仅让俄罗斯在周边树敌，也让他们国内的资源被无底洞一样的军费和维稳机器彻底吞噬。国家发展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提升教育和医疗，而是为了服务于那个虚无缥缈的帝国伟大复兴。这种战略上的本末倒置，正是俄罗斯彻底沦为2流国家的思想决战。此外，尽管经过了多次经济改革，俄罗斯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基于法治、保护产权以及鼓励创新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命脉依然被少数与权力核心关系密切的寡头与国有巨头把控。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热衷于瓜分资源，对研发投资和产业升级毫无兴趣。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药、新能源等决定21世纪国家命运的前沿科技领域，俄罗斯几乎完全缺席。一个无法在第4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国家，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必将被真正的一流大国远远甩在身后。总的来说，火力军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一流大国，绝不能只看祖上有多阔，而是要全面审视在多极世界中它的综合竞争力、自我纠错的能力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现在的俄罗斯地缘上不仅没挡住北约，反而被死死围住，彻底失去了对前苏联国家的控制权。经济上被切断了与发达经济体的联系，沦为高度依赖单一市场的资源附庸，未来被彻底透支。军事上，常规力量的虚弱和落后已经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外交上失去了所有具有影响力的传统伙伴，只能靠着边缘国家输血续命。乌克兰人民用鲜血和不屈的意志扛住了这个所谓第2大国的野蛮入侵，也同时扯下了纸熊的遮羞布。因为拥有核武器和广袤的领土，俄罗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麻烦制造者，依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但从综合国力的底层逻辑来看，俄罗斯实际上不仅已经沦为了一个2流国家，而且这种朝着深渊滑落的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内是绝对不可逆转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现在的俄罗斯算不算2流国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